这火星啊包层膜，哎，我们离成为行星际的生物还有多远？大家好，欢迎回到宿舍新语。最近大家可能听说了啊，马斯克那边这个星舰计划呀，可能转了个弯儿，说要先到月球上搞个基站。那就很多人开始嘀咕了，这老马是不是怂了？是不是觉得火星难搞啊？不干不了了？其实不然啊，就在2026年的3月啊，有一份来自阿斯特研究院、芝加哥大学和 NASA 的喷气动力实验室联合重磅论文，悄然地挂上了 Archive，人工增温对火星水循环及地表冰分布的长期影响模拟。这篇论文啊，就告诉我们什么呢？火星改造啊，就 terraforming 不仅有戏，而且呢，我们可能一直以来我们自己把路给走窄了。以前啊，人们想的就是老马说那个用核弹，全球的核弹就是绑个极速的核弹去炸火星去，炸基地，哎，靠暴力出奇迹。但这份论文呢，给出了一个更加优雅的方案。这火星啊，就是它的大气呢包一层膜。那什么是这个包膜计划呢？我们先说这个膜是什么啊？那它当然不是一层塑料纸了，而是一种叫做工程气溶胶的东西。那什么是气溶胶啊？过去几年可能大家对气溶胶比较熟悉了，是吧？你在电梯里边咳嗽一声，可能会传染，就是因为气溶胶存在。这个气溶胶就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啊，比如说地球上的雾霾、云彩，可能都是气溶胶。那为什么要工程化呢？因为不能直接用火星上的土。论文就明确指出啊，火星的天然尘埃呢会降低白天的地表温度，它挡住阳光了，把火星白天就搞得很冷，所以天然沙尘它不是合格的增温剂。那这层膜它怎么工作呢？科学家设计的这些纳米颗粒啊，论文呢里边参考的主要是铝纳米棒和石墨烯盘啊，就像一套单向的这种透光衣，单向透光。论文呢用了一套这个比较专业的光学参数啊，来描述它光学原理啊。它在可见光波段高度透明，让太阳光呢能顺顺当当的照到火星表面。但是它在热红外波段啊，特别是在11微米到24微米附近啊，它会强烈的吸收地表散发的热量，把热量啊留在大气里边，而不是让它跑到太空。所以论文的这个数值模型啊，就显示以每秒2.5升的这个速率啊，持续喷洒这种气溶胶，大约不到3个火星年内啊，全球平均气温就能稳定的上升25K。全球啊，火星全球。那如果呀把这个加大到每秒3.75升，那升幅度呢可以达到35K，这就正好超过了让液态水在近地表存在所需要的这种临界值的增加。哎，听起来是不是2.5升好像很少，对吧？那么换算一下，大概就相当于一两个水龙头全开的这个流量。但是别忘了啊，这个是需要持续不断的往火星大气里喷，而且不是水，是纳米颗粒。你想它这个1升纳米颗粒得有多少啊？而且呢，这只是论文里边用的这个理想化的气溶胶的计算值。那如果真实的铝颗粒啊，铝纳米棒，大约需要多喷12倍的量才能达到同样效果。那这个经过实地考察呢，是论文里边选的是希腊平原啊，就是实地的这个影像考察。论文里边啊就提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气溶胶的释放地点啊会显著的影响局部的增温效果。那研究人员啊就对比了2个方案啊，一个是在赤道附近的盖尔陨石坑释放啊，一个是直接从希腊平原的中心释放。希腊平原是什么地方？它是太阳系内已知的最大的撞击盆地之一，就这个图啊，直径超过2000公里，深呢有7公里，7000米深的一个大盆地，是火星上气压最高的地方。所以模拟结果就显示呢，把气溶胶它的释放点放到这个希腊平原的中心，即使释放的总量不变，那么基地内啊盆地内的这个夏季平均的温度啊会额外再高出10K，代价呢是全球的气溶胶浓度呢降低大概10%，因为希腊平原它地势低洼嘛，就是干沉降的效率更高啊，气溶胶消耗的也比较快。但是即便如此呢，这个希腊平原啊，在增温后，夏季白天它的峰值温度还可以突破320K。过去听过我们室温超导的小伙伴马上就算出来了，这是47度啊，
摄氏47度，对，这就是在整个火星是史无前例的啊，就是有希望成为火星上第一个能让水保持液态的地方，所以也因此啊被看作是未来建立这种微生物栖息地和我们人类前哨站的首选区域——希腊平原。当然了，天底下没有这种免费的午餐。论文呢也同时指出什么呢？希腊平原啊，它的盆地气溶胶它是根本留不住的，不要觉得它低，它就不跑了，那最终还是会扩散到全球。换句话说呀，就是你没办法做到只暖这个希腊平原，只让这盆子里边暖和，其他地方保持原样。你想实现真正的局部暖化，未来可能你需要把气溶胶的颗粒啊设计成一种寿命更短，哎，一出盆地就快速降解的版本啊，就是它刚扩散出去，时间到了它就降解了，这样外边的气溶胶浓度就低，就只有盆地里边温度高。所以这里边就要说到水了。如果火星变暖了，然后呢，那这个论文最核心的贡献啊，恰恰就在于他认真的追问了这个然后呢，就是水循环会发生什么呢？这就是之前啊所有火星增温这种研究可能都忽视的问题。增温之后啊，火星北极的冰盖可能就坐不住了啊。模型显示呢，火星全球升温每升温20K 啊，不是升温，每升温20K，大气里的水汽含量就会增加10倍。那这些水汽的主要来源就是北极的冰盖边缘，大概就是北纬75度到80度那圈冰，它夏季的直接升华。估算下来呢，每一个火星年大概有15到20季吨的这个水冰啊，从这儿直接蒸发出来，实际上是升华，相当于这个区域每年消耗20厘米厚的水层冰层。那这些水汽啊，它不会乖乖的说待在北半球上空，因为火星也有环流啊，叫哈德利环流圈，这就是大气的这种大尺度的环流，水汽呢会越过赤道，源源不断的向南开啊，我们痛仰乐队一直往南开是吧？最终会在南极附近重新凝结沉积下来，逐渐形成一个全新的南极大冰盖子。论文的模拟就发现呢，在持续增温的情况下，每个火星年大概有5到10季吨的水啊，从北半球转移到火星南半球。那随着大气的这个越来越湿润，云层的大量增加，这个云就是一个脾气很古怪的东西。那在晚上的时候呢，中低纬度上空大概10公里以上的这个云层就会像被子一样，地表散热的这个热量给盖住了，所以夜间温度啊可以达到5到20K， 增温啊不是达到，是增温5到20K， 对希腊平原上的这个夏季的栖息窗口啊是有正面贡献的。那白天啊，它冬季中纬度地区呢，这个低云就会像一把这个遮阳伞，把阳光是挡得严严实实的，还不如刚才说是气溶胶呢，气溶胶还单向透明，对吧？所以导致白天的降温幅度高达不是百分之啊，就是 40K， 降温 40K 啊。那 40K 是什么概念啊？它就足以啊，让一个原本就是零上的白天，哎，瞬间跌到零下来。论文中的这个希腊平原的这个数据显示呢，因为有云辐射反馈的这种情况，冬季白天和夜晚的这个温度啊，它的温差可以压缩到不足5K。那不是说晚上更暖和了，是因为白天更冷了。所以这就是说呢，未来的火星可能会出现一种诡异的这种极端气候，白天夏季酷热啊，冬季白天严寒，夜晚呢是相对温暖。这就对于任何试图你要在这儿搞种地、搞建设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这个论文最后啊还专门模拟了，如果我们停止喷洒气溶胶会发生什么啊？不干了。好消息是什么呢？气溶胶它直接增温效果呀会消失的很快，哎，因为火星它大气稀薄嘛，就热惯性比较低，所以工程气溶胶的折叠寿命啊大概是0.6个火星年，就跟我们吃药的这个代谢速度一样啊，直接由气溶胶引起的增温会在4个火星年内就会消散。坏消息是什么呢？水循环的改变不会跟着这个气溶胶消失啊。停止喷洒之后啊，已经迁移到南极的这个冰盖，它不会自动
溜达回北极。新形成的这个南极的大冰盖子，每个夏天都会持续向大气释放水汽，维持一个比它增强前啊更湿润的大气状态。那更麻烦是什么呢？云层它引发的这个冬季的中纬度的降温效应啊，在停止喷洒之后，至少会维持10年。换句话说呀，就是你按下了一个改变火星的按钮，但是这个按钮没有快速的复位，没有弹起来。所以论文的结论是什么呢？对地表冰分布的影响啊，在10年尺度内是不可逆的，可能至少需要数百年才能完全恢复。就是火星表面的这温度和水汽的震荡啊，它需要好长时间，就跟美国的这个左右之争一样。你不要觉得来个总统干4年他就跑了，他就回来了，那不会，他左右还会震荡的，道理一样的啊。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所以论文啊，讨论的是在火星上就地制造气溶胶的这个方案。这个铝颗粒呢，可以就地取材，从火星的土壤里边提取，用自动设备是吧？那石墨烯盘呢，也可以通过在电解火星中的这个气里边二氧化碳，来制备这个石墨烯盘。当然了，我们啊可以大胆的这个发散一下，如果在地球或者在月球的轨道上工厂化生产这些精密的纳米颗粒，然后用货运飞船再运到火星上呢，这个思路啊其实不是天方夜谭。所以论文里边提到啊，气溶胶从释放点出发，会在这个哈特利环流的作用下，就是火星大气的环流作用下，相当均匀的分布到全球，大概只有2%会沉积在释放点的500公里附近，其余的98%会扩散到全球，很均匀。这就意味着呢，你不需要在火星上建立很多个不同的释放点，可能一个释放点就够了啊，我觉得顶多俩，是吧？当然了。星际物流它的挑战不在于能不能运，而在于规模按照论文的数据倒推，哪怕用最高效的真实气溶胶，每年也需要向火星的大气补充数百万吨级别的这个颗粒物，这远比现在任何的这种航天运力的想象要更大更难。所以呢，就地资源利用可能还是更现实的路线。就是在月球上你可以先试试积累技术，再把火星工厂搬到把这个月球归档搬到火星来，是吧？所以论文的结尾还是用了相当克制，但是比较意味深长的这个语言提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应该去改造火星吗？火星目前是处于没有受干扰的这个原始状态，具有极高的天文生物学研究价值。那一旦我们开始人工增温，就意味着它在尚未充分了解火星的情况下，就对它做出了难以逆转的改变。就好像你把一个淳朴的农村的天然美的妹子放到城市里边去卖酒做销售一样。所以论文就明确指出现有的模型仍然具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比如说干沉降的速度、速率、南极的二氧化碳冰盖的精确行为，还有工程颗粒和火星颗粒的这种相互作用、天然尘埃的相互作用等等，这些未知量的误差，完全可能让预测结果是大相径庭。那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即使我们成功的把火星的平均温度提高了35K，但在那个地方仍然对我们人类来说还是极度不友好的地方。不能穿个背心就能出去浪了，是吧？没有可呼吸的这个大气，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另外是没有有效的紫外线的屏蔽，火星的大气还是很稀薄的，所以土壤呢也富含这种高氯酸盐，它会抑制植物的生长。暖和的火星不等于是宜居的火星所以论文的建议是什么呢？起步要小要局部，要保留救动的能力。波大了可能会吃了蛋，是吧？吃了火星的蛋。就现在这个希腊平原上进行小区域的受控实验，验证这个模型它是不是准确，然后呢，建立一种可以出错就回头的这个预案，再考虑大规模的行动，就时刻要有 Ctrl Z。所以这篇论文就告诉我们呢，改造火星不是一次性的土木工程，而是一个需要持续维护、动态调整、谨慎推进的超长期的愚公移山项目子子孙孙的。所以它更像一个给一颗行星上装上了一台没有自动驾驶的空调，你必须有人一直守着它，随时调节，随时修正。所以也许有一天呢，
最酷的职业它不是宇航员，不是火星矿工，而是呢在火星大气调节师，负责调控火星希腊平原上的这个气溶胶的这个浓度，然后呢调整那个释放策略，不停的指挥自动车分布在不同位置释放气溶胶，是吧？预报火星的这个天气，确保这个红色星球上第一片绿色能够维持住不会因为哪天忘了放气溶胶了，就消失在这个寒冬里边就跟火星救援里边的哥们种土豆一样，全冻成冰了。所以马斯克现在去月球没问题月球呢可以当成个练兵场，但是火星才是我们人类真正需要回答的那个问题。当地球不够用的时候，我们究竟还能走多远？现在看起来，火星确实是一个最经济的位置。好吧，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见，拜拜。